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推开门，发现我爸跟保姆翠花在沙发上吻得难舍难分。看到我进来，保姆羞怯地跑回房间，我爸脸上带着潮红，羞赧地解释：我喝酒后走错房间，糟蹋了小花，我准备负责，我们下个月领证。我勒个去，这真是个大瓜！如果主角不是我爸的话，自从我妈走了之后，我爸一个人住在老家，我早就劝他搬来跟我一起住，他不同意，说住不习惯。我劝他找个伴，他也不听，他说家里多了陌生人的气味，我妈就不会回来了。他对我妈的深情，我看在眼里，没法再劝，只好任由他一个人生活。天有不测风云，他晚上起夜摔骨折了，我请假回来照顾他，只待了1天，他就赶我走。还好林叔介绍了保姆翠花，她厨艺不错，人也勤快，我爸跟她相处得十分融洽。没想到我再次回来，竟然还有这样的惊喜，他有人陪，晚年生活会更加顺遂，我由衷地为他开心。可是我想了想，还是开口了：崔姨才来咱家1个月，要不要再处处看？您了解崔姨家的情况吗？小兔崽子心眼不少，你崔姨早就离婚多年，有个闺女也结婚了。放心，我的财产将来都是你的。在大城市，我挣的不少，我不图我爸那点退休金，我还是觉得相处的时间太短了。可是我爸执意坚持，他倔脾气上来，就认定崔姨了。你妈托梦了，她说小花挺好，说有人陪着我，她挺高兴的。我爸都搬出我妈了，我不忍她为难，就同意了。他们领证那天，在饭店招待亲朋好友，热闹了一次。当时我出差在外，视频里看着俩人还挺般配，我由衷的为爸爸开心。出差一结束，我就迫不及待地赶回家了，这才发现我的钥匙开不了门了。我拨打我爸的电话，他在外面钓鱼。他乐呵呵道：闺女，你崔姨在家，你敲门。我敲了将近半个小时，崔姨才姗姗来迟开了门。她解释道：艾洛，我刚睡着了，没听到。你这孩子真实诚，下次直接打我手机就行。我压着心里的不快走进房间，赫然发现我屋里摆满了衍生的东西，有化妆品，还有衣服，凌乱地堆在床头。这是我闺女谢兰的，她刚离婚，暂时住一下，过几天就回去了。我不置可否。等我爸回来，我追问他为什么钥匙换了不通知我。我爸略显迟钝：家里都有人在，你没钥匙也能进家门，所以就没通知你。正好这次回来，小兰给闺女拿把新钥匙。崔姨斜睨我爸一眼：老李，那把钥匙给谢兰用了，我明天再给艾洛配把新的。我爸乐呵呵道：还是小花你体贴。我爸是个大直男，压根就没觉得这样有啥不妥。可是我心里涌上丝丝不快，连个外人都有家里的钥匙，我这个亲闺女却没有。晚上我拜访老朋友回来，正好碰上谢兰在家里发脾气，这个房间说好给我用的，现在又不让我住，这是看不起我呀。你们都金贵，我是乡巴佬，不配住这么好的房间。我走，我这就离开，你满意了吧？他还拿脚踹了我的箱子一下，我立即沉下了脸。这是给谁下马威呢？崔姨忙在旁边协调：小兰，就1晚上，你洛洛姐明天就走了，你晚上跟我睡一屋。我爸也和稀泥：是啊，小兰跟你妈睡，我睡沙发。就这样，在我爸跟崔姨的百般调和下，谢兰不情不愿地搬了房间。看着我爸1.8米的大个子蜷缩在客厅小小的沙发上，我的心里酸涩不已。我让爸爸去我那屋睡觉，爸爸连连摇头：闺女，你好不容易回来一次，爸怎么能让你睡沙发呢？
爸是男子汉，不怕吃苦。这次是爸想的不周到，没安排好，下次不会了。我不忍他为难，我一年到头在家里住不了几天。我爸更多的是跟崔姨生活在一起，只要崔姨把我爸照顾好了，我的房间给谢兰住也没关系。想通之后，我反过来安慰我爸：爸，没事，家里人多热闹，我才放心你。我自以为为了这个家做了让步，哪里知道在他人眼里，我这是懦弱无能。我的退让只会让对方更加嚣张。意识到这一点时，我找不到房产证了。我爸现在住的房子是我买的，写的我爸的名字，房本一直放在我这里。联想到我爸前段时间来过，我第一时间拨打了他的电话。电话那端，我爸支支吾吾，半天才解释清楚：谢兰离婚了，孩子跟他，眼瞅着就要上小学了。咱这是学区房，这么做主要是方便孩子上学。你放心，等孩子上学了，这房子还会赚回来的。谢兰那个孩子靠谱。我爸还告诉我，崔姨怀孕了，他又要当爸爸了。他找医生看过了，说崔姨怀的是个男孩，怕我吃醋。我爸还安慰我，艾洛是爸爸的心肝宝贝，永远不变，谁都抢不走你的地位。是啊，我妈姓骆，我爸姓李，我叫李艾洛，是爸妈的心肝宝贝，我的名字就是最好的见证。我自我安慰道，可是不安还是涌现心头。我联系了老同学帮忙查了一下，房子果然落在谢兰名下。人心是贪婪的，一旦得到了，谁会愿意再吐出来？现在说的好好的，万一将来变卦怎么办？我不缺这个房子，我只想要爸爸晚年生活得更加舒适一些。如果说崔姨嫁给我爸，图的就是这个房子，如今房子到手了，他会一直对我爸好吧？回想起我爸兴奋的脸庞，我还是有些失望、难过。我爸有了自己的小家，在那个家里，我好像一个外人似的，格格不入。我渐渐减少了回家的频率。疫情原因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。这次出差路过老家，我特意请了几天假，想着多陪老爸几天。谁知我走到门口，钥匙又不能用了，我无语了。这还是上次回家崔姨给我的新钥匙，这么快又换锁了，这是在防谁呢？我强压下内心的不快，按了门铃。屋里闹哄哄的，显然有人在。可是怎么这么久都没人来开门？我再次按响了门铃。就在我等得不耐烦的时候，门终于开了。谁呀？这么烦人！门铃响个不停，把门铃按坏了。你赔呀！开门的是一个小男孩，10岁左右，不情不愿的，嘴里还骂骂咧咧。我猜测这是谢兰的孩子。我是你李姨，家里其他人在吗？我给你带了小礼物，看看喜欢不？不喜欢。他就瞅了一眼，这东西一看就不值钱，礼物我不收1000元以下的。这可真是个熊孩子，我心里不喜。转头看到散落在角落里的高达手办，这是谁摔的？谁把我的手办都弄坏了？这可全是我妈给我买的，我一直十分爱惜，放在柜子深处。不就是几个破机器人吗？一点都不结实，大不了让我妈再给你买回来。这是买回来就能搞定的事吗？这是我妈买的，对于我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。抓着熊孩子的手不由得收紧，他哇的一声大哭起来。妈，姥姥，有坏人欺负我。崔姨挺着大肚子从里屋走出来。乖孙，谁惹你生气了？看姥姥不揍扁他，给乖孙出气。他看到是我，眉毛轻挑。艾洛这么久没回家，一回家就是千金小姐的做派，连小孩子都欺负上了。这可得好好跟老李念叨念叨。我不理会他的阴阳怪气，我回家只是来看我爸的。爸，老李睡觉呢，你鬼叫什么？他大概还得睡2个小时。我们可惹不起你这千金小姐，
你先走吧。说着，他还靠近我，推搡我。谢兰家的熊孩子也往外撵我。外面这么闹腾，我爸都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我十分疑惑，老头这睡眠质量也太好了吧？不对，我爸一直有轻微的睡眠障碍，有动静就会醒来，一定是有事情发生了，所以崔姨才拦着我不让我见我爸。我假装被逼无奈往外走，快到门口时，趁他们不备，杀了个回马枪。我快速推门房门，一眼就看到谢兰偷偷摸摸的身影，而我爸躺在床上一动不动。我走过去，轻轻地推了推我爸，没有反应。我翻了翻眼皮，瞳孔涣散，我心慌了，着急了，颤抖着双手拨打了120。不能去医院，你爸不想去医院，他说躺会就好了。崔姨挺着大肚子挡在我面前，试图阻拦我。走开！我恼恨，都怪我不该跟他生分的，我该常回家看看。崔姨顺势倒在地上，大声呼喊起来：大家快来看啊！艾洛这丫头一回家就把老李气病了，她还推我，她想要我流产，她这是想要我的老命啊！我一直勤恳本分，你怎么就不能给我留条活路呢？你一定要把我们孤儿寡母赶尽杀绝吗？都怪我不该喜欢老李的，你连老李都不放过，他唱念做打，暗里指责我不孝。门口围了很多人，有看热闹的，说风凉话的，也有真心实意想要帮忙的。我稍微解释了2句，就守在我爸身边不说话了。等到了医院，医生稍微检查了一下，就将老头推进了 ICU。医生说老头是糖尿病并发症发作，还好送医及时，再晚一会什么都有可能发生。医生还说，这至少有半个月没吃药了吧，抑制血糖的药需要每天都吃的，这一定跟崔姨脱不了关系。我爸一向最是听医嘱的，医生让吃的药他不可能无缘无故停掉。我恨自己，因为外人跟老头生疏了，如果我多关心他一点，是不是就不会出现今天这局面了？我回家拿我爸的换洗衣物、手机等用品，没想到崔姨竟然找了个男的拦在门口，不让我进家门。他还趾高气扬，嚣张地指着我的鼻尖：这是我的家，房本写的我闺女的名字，老李写过遗嘱了，说家里一切都是我的。你个死丫头片子，从哪里来还滚哪里去！他这是认定了我爸抢救无效死亡了，他凭什么认为我爸死了？后来我才知道，崔姨的前夫，他去医院打听我爸的消息，刚好问到我同学那，我同学自然向着我了，于是就告诉他人死了。崔姨都没调查，轻易就相信我爸去世的消息。说话间，他甩出一张纸，睁大眼睛看好了，白纸黑字，老李写的明明白白的，这家里一切都是我的。艾洛，你有文化，能挣大钱，就不要跟我们孤儿寡母抢了，好吗？这些都是老李留给我肚子里的孩子的，他还没出生，就先没了父亲。崔姨嘤嘤地哭出声来：我苦命的孩子啊，你怎么就投胎成了小可怜？家里除了房子，根本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。我爸不可能写那样的遗嘱，他还说过房子只是暂时借给谢兰使用，还会过户回来的。还有挡在门口那个5大3粗的男人，他是谁？他从哪里来？细看的话，好像还有一点眼熟，好像在哪里见过似的。种种疑团，由不得我不深思。眼下不是跟他们吵架的时候，我示弱般的离开了。我要彻查这一切。从崔姨跟我爸领证以后，他一直小动作不断，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就当没看见。我不想我爸难做，为了让他生活好一点，我吃点苦受点责难都是小事。可是如今我爸被他们害得昏迷不醒，我还顾及什么？我找人跟踪崔姨，发现她几乎都待在家里养胎，
或者带孩子。谢兰的生活差不多，每天就是到按时上班、下班，接送孩子，辅导孩子工作，连续好几天都是这样，一点异样都没有。我都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多心了。就在这时，当初拦着我的那个男人再次出现在家里。他下午进的门，第二天才离开。我立即让人重点跟踪他，调查他的资料。很快消息就来了，这个男人叫谢成，是崔姨的前夫，谢兰的亲生父亲。他怎么能这么自如地出入我家，甚至过夜？我爸知不知道这个人的存在？顺着这条线查下去，我发现崔姨跟他的联系一直没有断过，有他们一起吃饭的照片，他们一家4口团聚吃饭，甚至还有2人勾肩搭背去宾馆的照片。我不由得握紧了拳头。看到这里，我要是还不明白，那我就是个棒槌。崔姨给我爸戴绿帽子了，他肚子里那个8成就是这个前夫的。这样看来，我爸晕倒这事肯定不是意外。这些人吃我爸的，住我爸的，还要谋害我爸，甚至将他当作傻子似的哄骗。他们这群吸血虫，他们要把我爸的血吸干。我不能放任这件事情继续下去。我接到了楼下邻居的电话：艾洛，你给阿姨交个底，你家房子最低卖多少？我一直想让你离姐住得近一点，刚好你家卖房，这楼上楼下非常的方便。阿姨，我没有卖房子啊，你那个继母都把中介领家里了，还说着急用钱要现金，价格低点也行。你跟阿姨说实话，你是不是遇到事儿了？有阿姨能帮忙的，你要吱声啊。谢过礼，阿姨。我给中介小哥打了个电话，当初房子我就是从他那里买的，轻易就从他那里得到准信。谢兰已经把房子挂出去了，准备近期出手。房子在谢兰名下，只要他同意过户，房子很快就能转到其他人名下。我不甘心就这样把房子送给他们这些贪心不足的人，我得想办法把房子要回来。至于崔姨肚子里的孩子，还是等我爸醒来了再处理吧。打定主意之后，我联系了自主创业的老同学，定好计划之后，我就回家了。巧的是，刚走到家门口，就碰到了前来看房的买房人。崔姨舌灿莲花，将这房子都要吹到天上了。谢谢各位捧场，这个房子现在不卖了，我们有其他用途。我毫不客气地拦下所有看房人：你谁呀？你能代替房主？这房子存在纠纷吗？有几个所有者？我还挺喜欢这个房子的。你想加价多少？一会卖，一会不卖的，真是浪费他人时间。谁的问题？我都没有回答，只是坚持将所有人请出门外。崔姨气得真喘粗气。艾洛，我自问对你不薄，你为什么要挡人财路？我快生产了，奶粉、尿不湿、月嫂，花钱的地方太多了。我也是为了肚里孩子着想，你也不想看着他刚出生就受罪吧？我就是考虑到这一点，才阻止你们卖房的。这孩子终归跟我是血亲，我自然要为他着想。现在有个大单，只要投钱稳赚。我同学有内部消息，我已经跟着赚了几十万了，你们要不要一起来？我的老同学在金融机构上班，他多年来一直坚持不懈地炒股投资，早就过上了财富自由的生活。这个崔姨心知肚明，他早先还通过我爸打探理财事宜，我膈应他这么快就怀孕了，直截了当拒绝了。如今我主动提及，他反而迟疑了，这靠谱吗？你看我这利润，你可以先少拿点，放到我那份里一起投资试试水。不过这个肯定是投大钱赚得多，投小钱赚得少。我看着崔姨的肚子意有所指，我在这世上的亲人就只有他了。就在这时，从楼下涌上来几个5大3粗的男人，
气势汹汹地走到门口，让谢成那小子滚出来。躲过初一，躲不过初五，麻溜的赶紧滚出来，把钱还了。还有谢兰、谢成那老小儿，把他闺女比得跟天仙似的，用谢兰抵债也行。谢成不住这里，我们早就离婚了，谢兰也不在家。不过谢兰的姐姐在。崔姨大手一挥，指向了我。那群男人问不都不问一句，拖起我就往外走。我挣扎喊叫，换来的是男人的一记手刀。晕倒之前，我才意识到，所谓的卖房不过是崔姨引我入局的阴谋。再次醒来时，我身在一处荒废的工厂，四周可见不同种类的工具。我对面横坐着一个凶神恶煞般的男人，他的眼里都是掩藏不住的凶恶。这样的男人一看就不是好惹的。看到我醒来，他即刻说道：“谢成那小子烂赌欠了我50万，你是替他还钱，还是以身抵债？”他上下打量着我，好像眼前的只是一件货物一般。他毫不收敛的眼神让人不舒服，我身上忍不住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我根本不认识谢成，你们绑错人了。我试图将一切掰正，那个男人根本不理会这些，他瓮声瓮气道：“狡辩，要么给钱，要么就留在这里吧。”在他们眼里，能来到这里的没有一个清白无辜的。他不管我跟谢成到底是什么关系，只要我把钱还上就行。至于用什么方式还钱，他现在还给我选择。一旦我拒绝了，面临的可能就是无底的深渊。我要想从这里出去，唯一的出路就是乖乖给钱。这大概就是崔姨的目的吧。她不想替谢成还钱，于是就设计我来当这个冤大头。所谓的卖房，不过是她吸引我回家的噱头。她就是看准了我不可能任由她把房子卖掉，要不怎么解释我一回家要债的就上门了，还听从他的话将我给拐走。想到这里来，我不由得握紧了拳头。这个女人，我跟她不死不休。眼前更紧要的是我怎么从这里安然出去。钱我肯定不想出的，留在这里那更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我绞尽脑汁时，已经有人取出我的银行卡，打开我的手机银行。还有人取来了皮鞭等道具，他们明知我跟谢成没有任何关系，还要逼迫我将这个窟窿堵上，他们这是犯法的。眼看着我无法安然脱身，必须得出点血时，我的老同学郭宇及时赶到。他在本地混了这么多年，人活泛，会说话，黑白两道都吃得开。他显然已经都打好招呼了，连声说道：“误会，误会！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识一家人。”他快速将我带离此地。原来一切跟我猜想的差不多，只不过崔姨这人更加恶毒一些。他让那些人拿了钱，再毁掉我。那帮人就是帮人催收贷款，干些坑蒙拐骗的事情。他们坏事干尽，心里早就没有了王法。崔姨这么做，分明不给我活路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第二天，收贷的人就闹上门了，限期1日内必须将贷款还清，否则就将小宝剖心挖干。这次有了郭宇的打点，他们总算找对人了。我姗姗来迟时，老远就听到崔姨哭哭啼啼的声音：“我苦命的孙儿啊，这是要了我的老命啊！”看到我安然无恙的出现，他好像一下子就哽住了，良久才颤颤巍巍问道：“你怎么在这？”我当然是来欣赏他狼狈不堪的样子了，不过这样刻薄的话，我才不会说出来，给人留下把柄。我来看看有什么能帮忙的。黄鼠狼拜年，没安好心，你肯定跟他们是一伙的。你把我的孙子还给我，你是想要逼死我们吗？不得不说，他这倒打一耙的本领无与伦比。本来就有人围观，如今一听有热闹可瞧，更是围上来七嘴八舌的。东家说一句，
西家说一句，人一多，他就在表演上了。我本来想卖了房子还债的，可是不知你跟那些人说了什么，他们最多只肯出10万。这么好的地价，这么好的房子，装修都不止10万吧？如今他们抓走了我的小孙子，没有钱，他们就要砍掉他的器官。你赔我孩子，我给你道歉，我给你赔罪，你把孩子还给我，好吗？别说，还真有人相信他的说辞，对我指指点点。演戏谁不会啊？我立即也演上了。崔姨，你跟我爸领证后，把我家房子弄到手了，我爸的存款、卡折也在你手上。我说什么了吗？分明是你们胡作非为，将钱做没了。你们在外面得罪了人，这才害得小宝被人带走。你倒打一耙，把所有罪责都推我身上，这是看我一个人好欺负吗？弱柳扶风，我也学着他那绿茶般说话。一时间，他没占到上风，狼狈不堪地回屋了。房子卖不上高价，这是我跟郭宇商量好的。他找人压下房子价格，如今又借那些人之手抓走了崔姨的小外孙，就是逼着崔姨把房子低价卖掉，他没办法。最后只能按照我们设想好的路子走，房子卖了，还添了点进去，这才将谢成的赌债还完。房子我没要，我直接给郭宇了，我嫌脏，他按市价折算把钱打给我了。这只是开始，我回去时本身就带着目的，我故意穿戴的比较奢华，奢侈品如不要钱一般堆积在身上，还有人四处散播我又挣大钱的消息，说我有内部消息，挣钱比较容易，这是我跟郭宇之前的计划。其实我不太明白，房子都已经到手了，他为什么还要坚持这样做？很快，崔姨就找上门来了，我们之间发生了那么多龌龊的事情，我没想到他竟然如此坦然地找上我，还要求我带着他一起发财，他脸皮怎么这么厚？等等。理财，他的钱不都给谢成还了赌债吗？他哪来的钱？这是我多年存的一点积蓄。可是，如果把这个拿去还赌债了，房子就可以留下了。这是我自己的钱，我舍不得，自己的才最靠谱。我简直想要仰天长啸，这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。正常人都知道房子比这点现金值钱啊。正常人都不会有这种逻辑，做出这样的神级操作。郭宇简直是算无一策。洛洛，你就帮我吧，你看我现在这么落魄，家里就剩下这么点钱，我们这全是老弱病残，你要不帮我，我就只能去死了。你这么善良，一定不忍心的吧？你行行好，高抬贵手，帮帮忙。我本来就会答应他的，但还是被他的操作惊呆了，他竟然给我下跪了。我假装被逼无奈，答应了他。我当着他的面给他看了我的收益和将来的发展，还给老同学打了电话，问了行情。最后，我告诉他投资有风险，我也不能保证一定会大赚特赚。也许今天能挣到一个商店，第二天连楼都赔掉了。不会的，就算不信你，我也相信你身后的专家呀。刚开始，我故意把指数做得好看一些，看得一片大涨的趋势，崔姨十分的高兴。可是没多久，大盘就开始低下，惨败，最后投资失败。崔姨惨白着一张脸，不肯相信这个事实。是你，一定是你捣鬼，你偷换了我们的投资。我都听过专家说的了，这次是稳赚不赔，怎么可能赔钱呢？我不相信，贱人，你赔我钱，我才不想听他啰里啰嗦的，直接让人将他赶出去了。他不肯就这样善罢甘休，他找了7大姑8大姨，说我跟人做局，偷走房子，拐走钱财，完全是因为嫉妒他肚子里的孩子，我的弟弟。我实在是没办法了，才找到你们的。我没想到洛洛这个孩子如此记仇，如今老李走了，我肚子里的
怎么也是他的一父子吧？洛洛嫉妒这个孩子，他不想管这个孩子，他这是要逼死我们娘俩呀！他坐在地上哭得稀里哗啦的，他的话句句都在理。我确实不想管他肚子里的孩子，可是他不知道的是，我还有最大的王牌翠花。我没想到你竟然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要我死。洛洛这个孩子都快要被你欺负死了，你把房子卖了，你把钱都花了，你把我留给后代的东西都败没了。我爸缓缓推着轮椅从屋里走出来，崔姨不敢置信地跌坐在地上。他很快爬起来，3步并作2步来到我爸面前。老李，你当初发病，我被吓呆了，所以才没第一时间送你去医院。后来是洛洛告诉我你死了，我没有要咒你死，是洛洛。我肚子里揣着一个小的，我能做什么？还不是洛洛说什么我就怎么做吗？老李，你相信我，我都是被逼的。我是什么样的人，你还不了解吗？我连蚂蚁都不忍踩死，还经常去喂流浪猫。我这人是最没有坏心眼了。老李，你相信我。我爸迟疑了，犹豫了。他这些年就是耳朵软，所以才会轻易掉入别人的陷阱。洛洛不是那样的人，这里面一定有误会。孩子没事吧？我爸意有所指。这孩子皮实，可听话了，现在已经有胎动了，你来摸摸，他动起来可好玩了。真的呀，我试试。嘿嘿，我轻咳几声，打断了我爸的跃跃欲试。他不高兴地转向我，这孩子怎么也是你的亲弟弟？等我去世了，他就是你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了。想做我的弟弟，那也得看他的父亲是谁。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这肯定是老李家的种儿了。我第一次发现，我爸他老了，他不再是年轻时那个睿智博爱的男人，他如今老到心软，还被屎糊住了眼睛。我啪的一声甩出崔姨跟谢成厮混的照片，两人一起逛街、逛超市，虽然没有手拉手，但是那亲密的样子一看就是关系匪浅。更何况这里面还有他们在我家里的照片，那时我爸身体还好好的，这都是假的，这是合成的。崔姨扑上前来，将这些照片抢到手里，悲戚道：洛洛，没想到你对我竟然这么大的怨恨，你不惜作假也要拆散我跟老李。人活这一辈子真累啊。老李，我不会让你为难的，你夹在我跟亲闺女之间，我知道你难做。我走，我会找个地方生下孩子，默默抚养他长大。没想到他反应这么快，而这招以退为进，显然是摸透了我爸的性情，用在他心坎上了。不准走，那是我的孩子，你必须留在我身边。我爸霸道总裁般的宣言，简直让我头秃了。这么明显的事情，我爸怎么就看不明白呢？崔姨，要不带着孩子做个羊水穿刺吧？只要鉴定结果证明这个孩子是我爸的，我什么都不说，我认这个弟弟。我打赌他不敢做羊水穿刺，他肚里分明就是别人的种。没想到我还是嘀咕了他，他微微低下头，小声道：如果只有这样，洛洛才能接受这个孩子，那我做。不过我听说这个有危险，孩子万一在羊水穿刺中受到伤害，那可怎么办？他要哭不哭的样子，让我爸心疼不已。我爸斥道：洛洛，我相信你崔姨，这事就到此为止了，以后不要让我再听到闲言碎语。凭什么就到此为止了？我妈这么多年就是将我爸护得太好了，她压根就看不懂这些女人间的弯弯绕绕。既然她不死心，那么我只能祭出我的杀手锏了。郭宇带着憔悴不堪的谢成进来了，谢成将一切都招了，包括他跟崔花这些年的谋划，如何得到财产，如何收场。原来崔花这些年当保姆伺候过的男主人不止我爸一个，他先假装跟人好了，伺机敲一笔钱财再离开。
前面几位因为这事嚷开了名声不开，吃了哑巴亏，还真被催花两口子弄走不少钱财。他们有了这赚快钱的门道，自然不愿意好生过日子了。他们将目标定在我爸身上，刚好我爸受伤需要保姆，催花就上门了。谢成几次威胁他找我爸要钱，都被他搪塞过去了。在跟我爸相处之中，他是真的看上我爸了，想要跟我爸踏实过日子。他厌烦了原来那种欺诈的生活，所以他跟我爸领了结婚证。这一切谢成知道后火冒三丈，他威胁催花继续跟他好，为他提供钱财。他爱上了赌博，欠了不少赌债。在我爸为了孩子上学，暂时将房子过渡到谢兰名上时，谢成就将主意打到了我爸头上。此时催花已经怀上了谢成的孩子，他害怕事情暴露我爸失望的眼神，所以就听从了谢成的安排。老李，我真的不是故意要这么做的，我是被逼的。老李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，我以后做牛做马，一辈子都会对你好的。催花哭天抹地的，想要求的我爸回心转意。他这次是真的怕了谢成的出现，撕破了他所有的伪装，将那些赤裸裸的算计摊开来，又揉在一起。他想要跟我爸坦白一切，可惜一切都晚了。我爸这个人，他并不傻，他只是单纯善良，把所有人都想得太好了。他颤颤巍巍地指着催花：“你走，我再也不要看到你了。”他的声音里满是疲惫和伤痛，好像整个人的精气神都流失了似的。他从医院出来时都没有这么狼狈。爸，我焦急地扶住他，我这就叫医生，咱们先回医院吧。我爸摆摆手，我没事。洛洛，以前都是爸爸的错，是我误信了他人，是我对不起你，闺女，爸爸错了，你原谅我好吗？他是我这在世上唯一的亲人，我怎么会怪罪他呢？这一切，爸有责任，让你受苦了。这件事情就到此落下帷幕吧。他凄凉的眼神望着我，求我不要再追究过往的一切了。按照法律，我是可以起诉他的。我知道，我爸终究还是对催花动了真感情，所以才会祈求我宽恕，才会愿意放他离开。不忍他经受牢狱之灾，我听从了我爸的安排。他是受害者，他选择了宽恕，我尊重他的选择。这之后，他跟我离开了家乡，他搬到我工作的城市，再也没有回来过。我知道他并没有放下，我见过他仰望天空，怀念催花的样子。如果他们的相遇不是这么充满了算计，那该多好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